眼相看，横亘荒野，苦渐堆。有一只杯，泛去当先斗情切。普通天长街，筑不朽的执念。千战血也战，万人泪。星火鼎沸，长举鬼魅，天地同辉。深蓝苍生是不可碰的软肋，同往莫折回，往下不可为。于心无愧，生气改天位。试问九天神丹何为？疾苦作悲，我不悔。此生狼狈也不沦为命运的傀儡。心当何为？抽当出现，纵化成灰，我无悔。欲望实现，重现日月，换人间星辉。这是怎么了？是小凡。救主！救主！这是什么？西门，师姐，师姐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的灵根还在，他们没有挖走你的灵根。有张纸条给你的。谁送来的？不知道，我出去采买，被人塞进了荷包里。没发觉是谁？
80年的素泉酒，舍不得给我喝呀？所有人都在找你，你倒是悠闲。不找我，我也会来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好大的口气！你传信给我，就不怕我带人来？你不会，我调查过你，你是福天的亲传弟子，入青红教10余年来，你已经成为了8大金刚之一。之前在云汉客栈，你与我一起联手杀死了文音法王。我当时以为你们只是在内斗，可后来在造纸坊，你又暗中对我提点。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背叛福天，来选择帮我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喜欢你啊！你模样好看，聪明英俊，又假正经的很。我呀，最喜欢你这样的男人了。要不，你就别去找新鞋庄那个倔骨头了，与我好做一对，如何？我聪明漂亮，年纪还比他小，更何况我知情识趣，可不像他那般愣头愣脑，惹得一身麻烦。哦，看上我了？一见钟情。难怪你会写信给楚英，通知他过来救我。你对我可真是一片真心，从来没有算计过我呢。你果然是有备而来。没错，的确是我做的。你既然调查了我，可有发现青红教的一个大秘密？秘密？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时光匆匆，最是无情。这世上谁不想超凡脱俗，跨越生死轮回？可若没有灵根，你便无法踏入修行之门。任凭你是帝王将相，权倾天下，还是豪门巨贾，富有四海，只要没有灵根，你一辈子便只能做个凡人。想知道福天是如何在短短100年之内，让青红教成为北疆第1大教的吗？因为他有办法，让没有灵根的普通人跨过天堑，踏入仙门，成为修行者。教主。不管你是男是女，资质高低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就能让你一夜之间突破桎梏，炼形化气，脱胎换骨。凡人可成为修行者，而修行者也可滋补自身，提升境界。谢教主。你不好奇他是如何办到的？这么重要的秘密，我问你，你能告诉我？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只不过想让你亲眼看看。此等盛世，若不亲眼目睹，实在可惜。你也没有灵根。青红教的所有教主，都是由普通人转化而来。修行者是不被信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福天认为，只有真正做过凡人的人，才能真正痛恨仙门；只有以凡人之躯跨越仙凡之别，才能牢牢被他掌控。可你还是背叛了他。背叛？说的也太难听了吧！
看来你还是不懂青红教，就像我吧，自幼在青红教长大。从福天把我带回青红教的第一天起，就告诉我，我的父母、族人，皆是由仙门所杀。我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孤儿。你就没有怀疑过，福天说的话是对还是错？要不说你不懂呢，在青红教，像我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。大家都深陷在相同的仇恨之中，这种情况下，最容易被规训。所有人都朝着相同的目标，愚蠢而又坚定地努力着，每日都忙得要死要活。大家都叫我魔界妖女，我自己也喜欢这个称号。我还嘲笑他们鼠目寸光，看不出这世间的善恶，瞧不出仙门的虚伪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青红教在给仙门送药。什么药？想必你也见过呢。仙门常吃的养元丹。不错，他们常用这种药增长功力，修复气海，滋补身体。你怎么有这个？这是我在碧水分坛得到的。当时那个坛主喝下这个金液，功力大增，甚至原地进阶。我曾经问过苏太医这精液的来历，他说与这养元丹成分相似。不是相似，它们就是一样的东西。这精液是由修行者的灵根提炼而成，修行者境界越高，提炼出的精液便越是精纯，能量越大。而养元丹正是这精液稀释几番后搓成的药丸。所以，青红教在利用修行者的灵根提炼精液，其中一部分将凡人转化为修行者，而另外一部分制成养元丹，倒卖给仙门。听起来很荒谬吧？口口声声说憎恨仙门，却又想成为仙门，依附仙门。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对抗仙门时死去的。如果青红教是仙门的附庸，如果一切都是假的，那死去的人又算什么？我教的保日尊者便是中原仙门派来的人。陆千桥，我知道你是战鬼人，平湖一战后，战鬼人销声匿迹，你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。你不属于战鬼，不属于人族，更不属于仙门。这些年，想必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吧？你应该明白那种自幼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，到头来却发现一切是一场骗局的滋味。我左莹莹自诩聪明，却被他们欺骗、愚弄，把我当猴儿一样耍。凭什么？你要如何？我想试试。是什么？我想试试，能不能杀了福天，灭了青红教，打破这个囚禁我的牢笼。怎么样？合作吗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凤凰城乃西域三镇之一，东连漠河，西接班池，南连雄山，自古以来便是商贸繁华之地。平湖之战后，人族帝王趁机收复凤凰城，并派了军士驻守此地。名义上凤凰城归中原管辖，但实际上，青红教已经渗透了每一个角落。无双会和仙门中人一旦踏入此地，便就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中了。那你们为何放纵他们，烧毁四合书库？因为不重要。无双会的人在意无双秘录，而青红教却不一样。我们虽然没有灵根，但奉行的也是修行之术。青红教众以秘法修行，妄图以凡人之躯登仙入圣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无双会也是我们的敌人。
那你们又为何收拢典籍，修建四合书库？因为那是陷阱，只要有四合书库在，就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无双会人来到此地。只要他们来，仙门中人便会来。中原有句俗语：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便是如此。仙门中人和你们打了个两败俱伤，我们的人趁机出手。现在他们大多关在我教地牢之中，包括新梅，还有她的师妹，和你那个剑客朋友。梅世君没死，没死，命大着呢。你能不能帮我把他们救出来？教主笃定你会回去救人，特意布下天罗地网等着你，还派了他的右护法麒麟尊者看守地牢。那可是洞虚境的修者，这么大的风险，我凭什么帮你？我会帮你杀了伏天，灭了青红教，打破囚禁你的牢笼。你一个人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人吗？你想怎么做？3日后便是青红教的大法会。我听说伏天会在法会上收弟子入教，也就是你说的，以秘术助普通人跨越仙凡之别，踏入修行界吧。我会在那天当众杀了他。进来吧。怎么样？师姐呢？他们以九系之术封住了我们的百骸九窍，断绝了我们对天地灵气的感应。就算我强行调动体内的灵气，也很快就会被压制封禁，根本无法将之冲破。就算你激发了阵法中的全部力量，还是无法冲破封禁，而且可能会引起两力相冲，遭其反噬，丢了性命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难不成等死啊？你好好说话。早知道以前多向我爹学破禁的阵法了，也不至于像今日这样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。喂，喂，你怎么样？我的神剑要是在，我有把握用剑意凝气，冲破这狗屁破封禁。要是我爹在，外面这群人早死了，净说废话。让你再慢一点，还是太快了，要慢一点儿。还要慢？哎，
这如此绵软无力的招式，能打到人吗？修行之道讲究的是悟道修法，聚气凝力，以力克敌。关键是你自己要弄明白，你修的是什么道，练的是什么法，聚的是什么气，发的又是什么力。师父曾言，我们正道修者修的是天道正法，五行之气，纯元灵力。修行一途乃是逆天争命之路，切记不要只会死记硬背。还请师父教诲。天道正法，改天我再好好的跟你解释解释。今日呢，我先给你讲讲五行之气。五行之气又有清浊之分，清则至纯无垢，你所吸纳的越多，你所凝聚的灵力就会越来越强。那浊气呢？浊乃无序无空，你不慎吸入分毫，就会腐蚀你的灵根，使得你的修为再也无法精进了。难道这世上就没有人主修浊气吗？有啊，邪修啊，当然都被为师给杀得快要绝户了。可是弟子不明白，同样都是五行之气，为何这主修浊气的就叫邪修了？那是因为他们急于求成，心术不正，这与浊气无关。这么说来，浊气是不是也可以凝聚出强大的灵气？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理论上来说是这个道理。但这世上没有人能够修成浊气，也没有人能够以此正道。哎呀，徒儿啊，你记住啊，万物来源同，天地本来通，纳气清为本，心静无始终。云卷云舒去，风来风止空。固守真元意，修使浊成红。师姐想到办法了。九溪之术虽利用了五行之法，断绝了我们与天地灵力的感应，但此术只封印了我们的清气灵力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煌煌天道之中，又不是只有精气才能聚气成力。我若反其道而行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并清聚浊，化气为力？不错。不行，马上有更好的办法。那就由我来以身犯险好了。我们几人之中，只有我达到了元婴期修为，所以若想并清聚浊，冲破封禁，我的把握最大。你们在争什么？天开地辟，山至川流，二气妙运于其间，义理并行而不悖。清而清的阳气上升为天，重而浊的阴气下沉为地。气之盛聚处为运，气之生动处为玉，气之溶结处为胎，气之暂歇处为息。阴阳二气，则象征着一死一生，一清一浊。虽然相辅相成，相伴而生，可是修行途中，唯有并浊纳清，才能充盈本源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所以，言简意赅的讲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学无术。谢梅要做的是反其道而行，吸收这里的浊气，以达到聚气化力的目的，从外向内突破封印，解除囚禁我们的九溪之术。这不是好事吗？可是这浊气无序无控，不慎沾染分毫，就会腐蚀灵根，导致修行无法精进。师姐，让我试试。阿舍，我现在已经是元婴期修者了，有多少人这辈子都修炼不到元婴期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青红教居心叵测，不仅让我们身陷囹圄，还对陆千桥另有所图，
所以我们随时都有性命之危，必须赶快从这里逃出去。那人好像出自金秋王家，他为何会在此地？你擅长阵法，可否布阵助我？不行，这法子太害人了，我可不能坑你。说。开启这个阵法的条件十分苛刻，我从来没有试过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。这首先要集齐五行之中的污秽之物和污浊之气。污臭困水可为浊，灾遇秽土可为浊。那么还差浊金、浊木、浊火。气也行，可以。剑气行不行？剑气确实属金，不过得是浊金。何为浊金？通常来说，只要沾染过怨恨、愤怒、衰败、悲哀、灾祸、淫秽、惨毒、伤痛、病死、杀戮等气息的，都能成为浊金。那浊木和浊火也是如此吗？没错。我可通过召唤神剑，激发心中杀意，杀力锐金可为浊。我负责火，惨毒怨火可为浊。那我负责木，衰败枯木可为浊。好，那就全了。教主到！恭迎教主。你凝聚的杀力锐金剑太弱了，布不了阵。拜见教主，恭祝教主日月长明，恭祝圣将天地同辉。今日是凤凰神诞辰，也是凤凰神降世，赐福世间众生的良辰吉日。凤凰神乃天地游击，万神之主，我等应该追随凤凰神，荡平世间，诛邪万恶，建不世之功，受正国法位，飞升天界，与道长久。天道，天道，愿得不老。
道长久，愿言某命，与道长久。见过金刚。今日教中举行赐福盛典，为防仙门宵小来犯作祟，尔等要全神戒备，不可懈怠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起阵了。来吧。五行之身各有极限，二府之境妙而异，二气交感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。起！何人有幸入教？王延青何在？虔诚教徒王延青在此，恭祝凤凰神诞辰之喜，恭贺我神与教主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。上禀凤凰神，也告诉在场的诸位。你是何人？教徒来自金丘王家，乃王家嫡传。你金丘王家过去出过修行者，也算是修行世家。据我所知，你王家一直隶属仙门，为仙门效力，而今为何要入我青红圣教？尊者有所不知，这些年来，我们王家看似供仙门驱使，实则是迫于仙门淫为的无奈之举。他们残暴狠辣，根本不把我们当人，对我王家予取予夺，稍有迟疑，便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你家中何人被仙门所害？我的父亲、兄长皆被仙门所害。我们王家已经被仙门逼得走投无路了。今日之所以能寻到这儿来，是因为感受到了凤凰神的感召。我愿献出全部家资，愿教主垂怜，许我入教，给我指引，为我开悟。总有一天，仙门之人必将血债血偿。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王延青，刚才你说的这番话，可是出自真心？凤凰神在上，我王延青所言皆为真心。若有半句虚言，定遭人神共愤，利剑穿心，死无全尸。请教主明鉴。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替你上奏凤凰神。
请凤凰神开示。多谢凤凰神恩典，多谢教主垂怜。起来吧，凤凰神已经感受到了你的虔诚，以后我们就是手足兄弟、至亲家人。凤凰神会庇佑你，在迷途中给你指引。所有青红教的信徒都与你同气连枝，生死与共。谢教主。你说你与仙门仇深似海，今日我就用仙门人的血为你洗礼，对你赐福。谨遵教主安排，凡有所成，必将与仙门抗争到底。选一位仙门的罪人，押到此处。是。师姐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成了。我这就赶快给你们解开九息之术。你先调息一下，稳住自己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只有自损生机，才能凝聚出空木浊气。有人来了。瞧你一脸短命鬼的衰样，就你了。别冲动。没关系，我去就我去。我要是能侥幸活下来，我就把你们全杀了。我要是死了，记得替我报仇。别急，下次就轮到你们了。走吧。谁？今日举办赐福盛典，教中这么多事你不管，来这里干什么？那你又是来干什么呢？等你啊。哦，那你可真是幸运呐，被你等到了。站住！教主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个叛徒。带上来。走。我自己会走。
老实点儿，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好大一座粪坑啊！你们这么多人，都是来排队上茅房的吗？张嘴！也偏不像他妥协，与其追恋风月，不如决然于堂上进退。绿刀剑是深念，是为不共身边，修危险，化飞烟，也要看这世人沉寂的天亮一片，不怕迷雾遮掩。正义会太平年，你听怒浪滔天，多少哀怨得以平息，多少人不依不偏。指天问缘，不让我做红尘落脚的线，凌这一边，这周边对错之嫌。